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周三，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重创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不过，第二天就遭到俄罗斯方面否认。俄国防部周四表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遭损毁是因为发生火灾导致舰上弹药爆炸所致，并不是被乌方导弹命中。据央视新闻报道，乌克兰敖德萨军政管理局负责人周三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命中了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造成该舰严重毁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阿列斯托维奇也对乌媒体提供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中弹起火的信息。不过，俄方对被击中的说法不予承认。俄国防部周四发布消息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是因为发生火灾，并导致军舰搭载的弹药发生爆炸，才致使该舰严重损毁。目前，舰上人员已全部撤离，正在调查起火原因。俄媒进而指出，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一直处于乌克兰海王星导弹的最大射程以外。乌军是向莫斯科号发射了导弹，但是并未命中。俄国防部稍后进一步表示，莫斯科号未沉没，舰上火势已得到控制，正试图将其拖到港口进行维修。舰上主要导弹弹药储备也没有受到影响。莫斯科号原名光荣号，是俄海军3艘光荣级巡洋舰的首舰，1996年改名为莫斯科号。该舰于1983年服役，装备有口径巡航导弹、火山岩反舰导弹、鱼雷、火炮等武器系统。2015年下半年，莫斯科号成为俄海军在地中海常设特遣部队的旗舰，其防空系统可覆盖俄罗斯设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今年2月以来，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一直在乌克兰海岸执行任务。俄乌战事初期，莫斯科号主要在位于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外海蛇岛附近活动，并参与占领了蛇岛的支援任务。随后，该舰在敖德萨地区活动。从3月2号起，俄罗斯军舰开始在敖德萨附近执行武力展示任务。莫斯科号以及其他俄罗斯军舰都定期返回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而塞瓦斯托波尔确实在乌克兰导弹的射程之外，而且有多层防空系统进行防御。俄媒还援引2名业内人士称，鉴于莫斯科号拥有强有力的防空系统，该舰不太可能被乌方反舰导弹命中，不能排除人为因素。但两人同时强调，要等待官方正式公布起火原因。之前也发生过，就是俄军的军舰在黑海港口停靠的时候被乌克兰方面这个导弹攻击。乌军实际上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尤其是在海上的这种封锁，还是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这也是就是俄罗斯这个海军迟迟没有从这个黑海沿岸大范围的登陆和这个占领敖德萨的这个港口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事件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战争的这种走向，也并不是会一边倒，或者说是这种能够快速的就分出胜负，可能还是双方的这种军事上的拉锯还会持续。那么这一重大事态对俄乌冲突会带来哪些冲击与影响呢？外界最担心的俄乌在东部顿巴斯会战会不会惨烈上演？俄罗斯刚刚任命南部战区司令出任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总指挥。俄军呢围攻基辅的这个武装撤走之后，也已经完成了军力重组。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黑海舰队的头号战舰遭遇到重创，对俄军战力，尤其是海上战力，当然构成重大损失。对进入邻国作战的俄军士兵，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与打击。莫斯科号此前呢，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是俄军海上方向的一个攻击王牌。战事之初，围绕蛇岛的攻防就由莫斯科号打头阵。当时呢，莫舰指挥官通令投降和乌克兰方面岛上守军爆出回骂的一段对话录音呢，更是在网上成为了热搜。那么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的大型军事冲突中，那么强势一方以大型舰艇从海上发动中远程的攻击，实际上呢是风险和代价都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那么更因为莫斯科号它作为明星舰、王牌舰，它的体量和武器的配置，此前在对叙利亚以及格鲁吉亚的这个军事行动中，莫斯科号呢都曾经作为大杀器登场震慑。因此呢，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就援引军事专家做了一个很夸张的类比，强调这相当于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的1艘在战时被击毁了。那么就俄罗斯海军而言呢，更加严重的战损仅限于唯一在役的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或者是装载战略大杀器的俄罗斯大型核潜艇被灭。那么在遭遇这样一个重大挫折之后，在基辅围城目标没有能够实现之后，那么俄罗斯临危受命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他会不会面临着在东部战场尽快实现决定性战果的巨大压力呢？一旦乌方发射海王星反舰导弹攻击得手被确认，那么更是被看作是乌方的一个重大胜利。CNN 呢称之为 a big advance。海王星它是乌克兰方面参照苏制天王星自研的反舰巡航导弹，去年呢才正式列装乌军。那么如果海王星真的能够突破俄罗斯王牌旗舰防空系统，实现绝杀，那么它对舰的杀伤力之强是毋庸置疑的。俄军舰艇海上的军力布阵恐怕也被迫面临着重大的调整。那么从东部战场态势来看，俄方昨天公布了马里乌波尔乌方过千的守军投降的视频画面，全面拿下一度战事最激烈的这个马里乌波尔城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乌军呢也将会因为俄罗斯海军王牌舰被毁，再获信心和士气的提振。加上呢，美西方的国家连日来都在全面提升对乌克兰军援的力度，我想这恐怕都意味着更加血腥、更加惨烈、伤亡代价更加高的这个东部会战是不可避免的。